昨天的視頻錄了3遍，還是不滿意。今天重新錄，要講的這個話題是內部的，怎麼樣讓大家比較簡單的了解所有的東西？怎麼樣在保護自己的情況下，讓大家看完視頻之後不偏向於哪一方，不站某一方？這個視頻是希望用上帝視角看清楚內部的一些事情，希望大家呢做好自己，最終保持团結。我們從一個海蝦說起，這2天有一個海蝦被人造謠了。這個海蝦大家應該都知道，名字是天上都是小星星。這2天有人爆料說他有一個小號，這個小號在過去是粉邓倫的，到現在還在粉邓倫。小星星自己說他這個號是他買的一個路人號，當時有人號召說讓大家備一個路人號，他就買了。既然是路人號，那肯定就是讓別人看不出是肖戰粉絲嘛。其實小星星被盯上，主要的原因是来自於圈內的2個群體的博弈。這2個群體呢，都是經常發表自己的觀點，經常發表自己的意見的。沙哥稱一方為大嗓門，另一方就是大家熟悉的作文奶。前幾天就在大家做公益的时候，這2方的博弈是越来越嚴重。其實今年以来，大嗓门那邊有人一直是带着作文奶去发表自己的觀點，直到最近的補拍事情出來之後，2方的針鋒相對就越來越嚴重。小星星說他最近一直做公益，就看到有人劍拔弩張，他在7月10號发了一個博文，其實是號召圈內要團結的。這個博文有4000個讚。在這條博文的評論區，其實更能看清楚他的觀點。我們看到有人留言說，不發洩情緒就不是真心疼，裹挾散粉放棄獨立思考。有人搬出了之前肥蝦說的話，不吐槽自家作品，不傳播負面情緒，尊重合作方，不越俎代庖。評論區小星星說，海蝦剛參加了公益，轉頭一看，這都什麼亂七八糟的，這一套演了多少次了，我都看厭了。有一個人給他留言說，能不能揪出一些批評粉，讓大家避雷一下？小星星回復了他，顯然是持不同意見的。其實從評論區就可以看出，小星星是對大嗓門有點意見的。大嗓門一直在強調作文奶，作文奶跟批評是有本質區別的。如果大嗓門那邊有證據的話，這些作文奶早就被掛黑了，因為他們一直沒有證據證明他是批皮，大嗓門就給他們貼了個標籤作文奶。言外之意，作文奶是批皮的概率非常大。其實在大嗓門那裡已經把作文奶定義為批皮了，只是沒有證據。評論區還有人說，來破壞的就是嗓門大的那幾個人。其實參與比較深的散粉，包括是海蝦，都知道大嗓門是誰，可能1個，也可能2個，也可能3個。小星星7月10號發布的這個博文，他發布這個博文的前提是呢，作文奶和大嗓門之間的鬥爭已經非常嚴重了，所以他才發布這麼一個號召團結的博文。就在10號他發完了之後，11號就有人把他掛黑了。他準備的這個號是路人號的話，那肯定不是粉肖戰的嘛，可能是路人，也可能是臥底到他圈，其實都是可以理解的，並不能夠用他的路人號去給他貼標籤。特別是長期關注他的，看到他在做什麼說什麼的，那麼他真的粉其他人的可能性，或者是他是批皮的可能性到底有沒有？小星星的這個事情其實就扯出了作文奶和大嗓門之間的鬥爭吧。之前沙哥其實還講過作文奶，那個時候作文奶好像特指就是某個人。最早的作文奶其實就是7件事嘛。7件事他最早是肖戰的黑子，可能很多人看到他之前的野人言論呢，馬上就把他打成黑子了。7件事後來在看了肖戰的劇之後，對肖戰改觀了，他对肖戰很多的事情都考古了。他是一個由黑轉粉的這麼一個人，他經常發表長篇大論，所以就被大嗓門稱為作文奶。一個由黑轉粉的人，大家敬而遠之，
對他仔細的觀察，這個是沒有問題的。特別是他經常有一些言論確實是跟主流不一致，而且是拿一些追思的材料呢，講一些非常片面的話。比如這兩天大家一直在攻擊他的，他拿了一些追思的材料，說肖战在王牌的时候，說肖戰有很多緋頁。他那個博文就是追思的一些材料嘛，上面有肖戰的緋頁。實際上這些東西並不能證明肖戰在王牌的時候加戲，可能就是劇本的調整。再就是肖戰被剪掉的戲，你看到了嗎？你有資料嗎？可能他的片面言論就被大嗓们抓住了把柄。七件事就覺得他的言論主要是影響了大嗓們的話語權。其實現在作文奶不僅僅是七件事啊，有人呢做了一個作文奶的表格整理，我們呢来看一下。首先就是七件事和他的姐妹們，再一種呢是偷肖战的角色人設給配角愛吹全員上桌。偷肖战的人設給配角這個事情，沙哥還是看不太懂。但是吹全员上桌，這不就是《藏海傳》的時候的事情嗎？全员上桌不是一個好詞嗎？代表着所有的演員都出圈了，代表了大爆劇。可能他這裡強調的就是吹，並不是說的是《藏海傳》。其他的劇一般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去吹。再就是吹逼射雕50億，造出600萬播放量黑視頻後下線不管，說自己25年春節過得很開心。當時射雕的時候，沙哥也覺得射雕的票房會很高，看了射雕之後也覺得片子非常好，票房一定會很高。但是說50億就太誇張了。在大粉中的作文老奶給所有作文姐的號引流，這裡邊其實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再就是認徐克為肖戰貴人，徐克把肖戰帶進電影圈，吹女配華箏。在肖戰的作品裡無條件吹女性力量，打女權，貶低男性。這個應該是射雕播出期間的事情，因為這件事情被打成作文奶的有很多，一共有21個賬號。再就是踩10日造謠10日原著抄襲，10日還在拍攝中，這裡的踩10日是不是踩10日小說？而且抄不抄襲的跟演員应該也沒有關係，說的應該是作者。不管是小說跟作者，離肖戰都非常遠。最後呢，就是為周太后洗白，要求肖戰唯粉，無條件喜歡女配。周太后其他劇演技被吐槽，是因為她演了肖戰的女主，肖戰黑子黑她。其實看到以上這些被打成作文奶的人，因為什麼原因？主要是因為過度的吹，再就是呢，過度的去維護肖戰之外的導演啊、演員啊。這裡邊的這些人真的全都是批評嗎？我相信有批評的可能性可能會有，但是大多數應該不是批評。所以你看完了這些被打成作文奶的人和原因之後呢，你就會知道，作文奶這個標籤貌似是不好的，其實是有點不公的。你不能因為別人的意見跟你不一致，你就把它打成作文奶。而作文奶這個詞呢，約等於批評。更何況呢，很多的賬號也並不是像七件事那樣子一直輸出自己的觀點，只是偶爾因為一件事或2件事的原因就被打成作文奶。實際上所謂的大嗓們這幾個人也是在蝦圈一直輸出觀點的，而且有的是反黑的。他們在反黑的時候比較強勢，而且說的話比較有力，這一點是非常好的。大嗓們是一件好事情。而作文奶這邊呢，他們都是有一點粉絲關注他們的，也就是說是有人支持他們的。他們有時候的意見確實是跟主流的不太一致，實際上主流的觀點也並不一定是正確的。這一次引發兩方針鋒相對的補拍的這件事情，大嗓們那邊一直信誓旦旦的說是因為女主加戲，平台那邊不給過要補拍。實際上這沒有任何的證據。我在幾個平台，包括是評論區，包括是有人直接發布自己的觀點，也都有說過是不是審核的問題。而有的人覺得你這一次不去施压正午陽光，不去為肖戰爭取戲份，不去攻擊別人加戲，就不是真心的為肖戰好。在你沒搞清楚他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補拍的情況下，這樣子去做，
真的妥當嗎？真的是為肖戰好嗎？實際上，這種觀點是有可能，而因為審核的問題也有可能。所以你沒有必要去為了維護自己的觀點，就拼命的攻擊其他的觀點。這也是為什麼導致雙方針鋒相對的原因。其實今年肥蝦曾經發過一次不要內鬥的小紙條，當時也是因為他們兩方的意見不同。沙哥想通過這個視頻讓大家通過一個上帝的視角看清楚兩方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多數散粉他接收信息主要是看到誰的話語權比較高，誰的咖位比較大，他會看的更多是誰的觀點，就會覺得這是飯圈的觀點。其實並不是啊，其實作為有影響力的大粉，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要包容不同的觀點，畢竟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好的。如果是批評，那直接就用證據去刮黑他。如果你沒有證據，不要去內涵別人，不要去給別人貼標籤。這個視頻希望能夠引發大家的一點思考。